欢迎来到新闻频道，明星们很高兴您订阅了该频道。横店暴晒5小时，谭健次拒绝保镖撑伞，他一句话点醒了多少同行。横店那天40度的天儿，别的演员钻房车吹空调，谭健次一个人处在烈日底下5个多小时。保镖心疼着举伞，他抬手一挡，别打，伞影遮镜头，光位乱了，您退到机位外面去。我觉得吧，这画面搁谁身上都挺戏剧性的。说实话，这2年看娱乐新闻，我都快审美疲劳了，动不动就是替身摔、替身挨打、替身泡水，主角在旁边护肤拍 vlog， 嘴上说辛苦了辛苦了，镜头一拍，衣服都没湿。结果横店这一波路透一出来，一个男演员在大太阳底下站成路灯杆，保镖想打伞都被他赶走。网友一看名字谭健次，好家伙，这人咋跟圈里主流反着来呢？那天是5月初，横店热得跟蒸笼似的。有在场的工作人员说，当时剧组拍和不同周度，场景在户外空地，烈日直晒，地面都烫得冒烟。谭健次从开机到收工，基本就站在那一条线上，不躲阴凉，不回房车，不坐板凳，就拿袖子挡挡阳光。偶尔蹲一下，2分钟都不到，又站起，一直保持角色状态。有带拍在外围吵架抢机位，嗓门喊得老高，他那边像进了静音模式，眼睛闭上默戏，睁开眼还保持剧中情绪。现场有工作人员给他起了个外号叫定海神针，这词儿还挺形象，别的地方一地鸡毛，他那边像定住的。而最抓马的是保镖那一幕，有人拍到保镖看他脸都晒红了，上前打伞挡太阳，他直接摇头，嘴型大概就是别打，还抬手给保镖指了个位置，让他站到画面外，说是怕伞影影响镜头和布光。你说吧，圈里多少人是生怕伞影照不到自己？我就纳闷了，一个演员在片场拒绝打伞，这事儿怎么还能上热搜？按理说，这不应该是职业常识吗？话说回来，咱得承认，这几年环境是变了，很多剧组从戏比天大，悄默声的飘到了人比戏大，动不动就保温杯、折叠椅、移动空调跟着走。演员站2分钟就开始喊晒黑了，喊头晕了，喊妆要花了。粉丝也配合，艺人不能累，累了伤身体，伤身体没法营业。所以你看啊，同样是烈日片场，有人第一反应是给我加遮阳棚，把伞撑上，椅子搬来。而谭健次的反应是伞影挡镜头，打乱光位。这个思路就跟很多人不在一个频道上。他不是不怕晒，是脑子里默认现场的一切配置要先服务镜头，服务角色。有人翻他的老底可不是黑，是往好了翻。比如当年拍《军师联盟》那段冬天泼冰水，据媒体报道，那会儿天气零下，他穿着单衣，导演要的是那种被冰水突然浇下的窒息感和绝望感。现场连拍了好几条，他冻到嘴唇发紫，声音打颤，但还是坚持把那场戏完整演完。再往后被我弄丢的你里有一场他穿短袖骑车的戏，拍摄时正赶上冬天，他在寒风里骑到手僵，嘴唇发白，休息时没先捂手取暖，而是围着监视器看回放。那会儿现场的说法是他在调整状态，琢磨哪里情绪轻了，表情不对劲。还有拍烽火流金时的海水戏，深秋的海，风刮在脸上跟刀片似的。工作人员穿着羽绒服缩成球，他那边直接躺进海水，拍完起来全身湿透，连拍了几条。有现场的说，当时没有替身带下水，他自己硬上。你说巧不巧？这些画面对比起来，味道就来了。一边是某些项目热搜挂着打戏全程替身与戏全程棚内恒温，另一边是人家在真正寒冬和烈日下硬扛。
观众当然有眼睛，谁认真，谁摆拍，一看就知道。而有意思的是，他不只是肉体硬扛，这人脑子也挺忙的。4月15号和不同周度上班路透，当时大家还以为就是普通片场路拍，没想到视频一出，网友开始给他改名谭导。视频里，他跟对手演员拉着反复讲戏，时而比划走位，时而在那演一小段，向老师示范动作。有群演站得迷迷糊糊，他还主动过去跟人解释：“你这儿情绪要收一点，你那边别太抢镜。”说的特细，语速还挺快，那种状态很像我以前在台里见过的老戏骨，休息的时候也在揣摩戏。有人说这是抢导演活，我反倒觉得这叫对自己的角色负责。导演看的是全局，演员盯的是细节，谁都忙不过来。现场很多时候就是靠这种自我加码撑起来的。你看那视频，他不是在耀武扬威说你们都听我的，而是拉着一起讨论，有商有量，那种气氛才靠谱。说到底，这种服务作品优先的逻辑，往深了说就是职业底色，就是你把自己当被捧着的明星，还是当干活的演员，状态完全不一样。我身边有做现场统筹的朋友，老跟我吐槽说，现在有些年轻演员台词一多就喊难，走位一复杂就喊累，稍微熬个夜就上热搜卖惨。可人家看剧的观众不傻，评分低了，就一句话，真不行。你给他再多滤镜，再多美颜，也挡不住表演发虚。而像谭健次这种，观众口碑是慢慢长起来的，不是一两个大爆综艺堆出来，更像是一个个剧里的角色类出来。长相思里那种又疯又狠的香柳，很多人是从那儿开始记住他的。可你要往前翻，早年军师联盟、鬓边不是海棠红这些，他都在默默干活，没那么多花里胡哨的操作。我觉得吧，他身上有点老派演员那股劲儿。不是说人要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才算敬业，而是你在镜头前吃的每一分苦，观众是能看出来的。那种湿漉漉的衣服，手臂上起的鸡皮疙瘩，不靠特效，不靠绿幕，就是现场真拍出来的质感。说实话，这种画风在当下是有点格格不入的。你们看现在一些片场花絮，更多是今日份小甜心营业，某某拍戏见戏吃可爱多，把拍戏当背景板，把生活 vlog 当主菜。而谭健次这边，路透全是讲戏、站桩、闭眼入戏，连个搞怪表情都少，怪不得有人说他营销不行。但问题是，观众是真的慢慢在审美回调，看多了花瓶和端水大师，自然会开始怀念那种扎实的表演和职业态度。你想啊，娱乐这个行业，说白了就是卖故事的，故事打动人，演员才值钱。把故事做好，比每天端着架子让人伺候，实在是划算多了。而且还有一点容易被忽略，烈日下站5个多小时，不让保镖打伞，这种事儿，谁都知道被拍到会有敬业滤镜加深，但真到那个温度，真站到晒到头皮发烫的时候，很多人未必扛得住。他可以提前跟剧组说，我先躲车里，有戏再叫我，完全合情合理。可他没有，他选择留在现场，把那份不适留给自己，把那份随时进入状态的准备留给镜头。你看啊，这里面有一层很细的东西。很多人现在习惯把敬业挂嘴边，说加班2小时都要发个长微博感慨一下。可真正的敬业，往往没那么多仪式感，更多是那种默默的、不吭声的坚持。比如这次横店的路透，要不是代拍和路人拍下，观众也未必知道他是这么拍的。反正从观众角度，我是挺希望这种职业底色多一点的。谁都想在工位上舒服点，
谁都想多享受些优待，这正常。可一行一业，总得有人把标准线往上抬一抬，不然大家一起往下躺。娱乐圈经常被说浮夸虚假，有时候不是行业本身多邪乎，而是平时曝光出来的过于偏向那些爱作秀的、认真干活的人，往往没空天天营业。而像这次谭健次这种被烈日暴晒5小时剧保镖打伞这种细节意外曝光，其实挺像一个裂缝，让大家透过热搜看见一点不那么浮躁的东西。我就希望别再把这种本该普遍的职业素养说成什么感天动地的拼命。说到底，一个演员在片场认真站位，不乱动光，不滥用替身，这不该是奇闻，就是常态。只是现在环境有点太娇气，普通的认真反倒成了稀缺的亮点。话又说回来，观众买谁的账，时间久了自有公论。你可以靠话题火一阵子，可以靠人设圈粉一波，但演技和敬业这种硬通货是藏不住也装不出来的。谭健次这回在横店晒出来的，不光是被太阳晒红的脸，还有那层挺难得的职业底色。至于有人说他太轴不心疼自己，我倒觉得人家自己怎么权衡，这是他的自由。只要剧组保障到位，不违法不压榨，演员愿意多上点强度，成就好的作品。咱当观众的老老实实坐在屏幕前享福就行，别在这儿道德绑架。人家累一点，认真一点，也不该被劝别太拼。一句话，横店这一场烈日里的戏还没播，片场外这点小细节，倒是先把人的职业态度给演出来了。这种镜头外的戏，有时候比正片还耐琢磨。嗨，等和不同周度播出来，再看他在剧里怎么撑住那个人物，咱再接着唠呗。